别笑。一上来就笑，这么高兴是不是捡到什么大漏和宝贝了？那是当然的，要不然我会说这期节目嘛。因为我心里太高兴了啊！这些天一直指着这个事儿活着呢啊！别着急啊，听我慢慢讲。古玩行里的趣事太多了。好多的藏友私信我说啊，小哥多分享一下这个你们古董行的一些收藏的奇遇和一些这个趣事啊。我也是一直想啊跟大家分享，无奈呢时间实在是有限啊。那么今天正好有一点时间啊，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古董行里趣事很多，你比如说啊什么狗纹虎骨啊，什么象牙上放草啊，等等等等的啊，这些我都会啊。在下一期节目里啊，跟大家去讲。那么今天先讲我身上发生的这一件事情。大家看过我节目的知道啊，前几天我上大运河啊，德州的大运河关城了啊。我在逛地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大爷啊，有一个大爷模样的人啊，然后过来找我啊，问了我一下，很严肃他的表情啊，说小哥，你是小哥吗？我说我是啊。他说哎呀，那个什么，然后还有点就是顾左右而言其他似的吧，就是说这。到处看看，显得挺神秘的。我说大爷有事儿您就跟我说就行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能帮上您忙的。他说我有一件挺好的瓷器。我说是什么呀？然后他又这样小声的趴到我耳朵上，他说我有一件这个白色的。我说什么样啊？他说跟葫芦似的吧，然后这个上边和下边还是贯通的，还是有眼儿。当时我就在那想，如果是个葫芦的话一般不会打眼儿，难道老外做台灯打眼儿了吗？他说不是，挺沉的，很重。那我就想有可能难道是从视屏？从视屏，但是做从视屏的话它也不打眼儿啊。玉琮它是贯通的，从视屏一般的话它也不是先天就打眼儿的。我感觉也是挺好奇。我说这样，我说大爷您是从哪里弄的呀？他说我是什么，小声的跟我说我是从地里这样然后是刨出来的。别人我都没让看，我只信着你。我怕到时候他们再给我抢走了或者怎么样。我说那要不你拿出来我给你看一下是怎么着。然后他又看了看人，他说我就是欲言又止啊。我说您不用担心哈，这个东西您让我看了，对了我告诉你，你愿意我喜欢的你愿意卖给我就卖给我。如果说您这个不想卖你就不想卖，我也不会跟你胡说八道啊。如果你相信我的话。那么大爷说呢，我肯定是不卖的，你给多少钱我都不卖。我老祖给你看看，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不是钱的事儿。我说那好吧，他说那给你看看。大爷说这人太多了。我说那要不上我朋友店里吧，我就领着他往我朋友店里走。我说要不过去上那边看一下，咱打开看看，就说如果说是什么我给你解一大伙。然后呢我也就是很好奇就我跟他在去朋友店里的路上，我就在想，难道是什么卵白釉？说是白色的元代束缚釉的卵白釉，再不济有可能是这个永乐的甜白釉，再往后难道就是什么到了顺治的白釉罐我都确实想不通。然后到了朋友店里我说进来坐下就行，我说这是我朋友你不用担心然后刚要坐下他又出去了，上了门口，上我朋友门口，左右又看了看没人，然后又进来把门关死，从他那一个皮包里不是皮包，一个这个无纺布的包里拿出来有一个大红包袱包着，然后揭开一层又一层，揭开一层又一层，然后里边呢有这么大的一个那个大卷的卫生纸，又把它缠起来了。然后我就一层一层的在缠，拿出来一看我一点手头还倍儿沉，特别沉然后确实是两边都贯通了。我当时我就懵了，没见过这种器型，感觉还挺老上边这种有类似这种牛毛纹甚至有这种轻微的这种开片似的，是个老东西但是我又感觉好像在哪里这个什么，在哪里这个那个见过似的。一看当时我就傻眼，哎呦，我说还真是个宝贝我这么一说，然后我朋友啪就过来了，你知道吧，一把就抢过去了，然后在这看，这是个什么呀？我都挨不着边了我朋友嘣就把我推一边了，啪就抱起来，哎呦，这是个什么呀？我还真没见过这个器型呢看着还挺老。大爷你从哪弄的？他说我从那个什么在我们地里我刨地的时候在那个电线杆子底下埋着呢。然后我朋友去直接把葫芦给扔出去了。然后我当时我这个朋友吧有点什么，有点过激然后呢大爷你这是干嘛？你把我宝贝给扔了，你这是干嘛？
然后我那朋友说：“你知道这什么吗，大爷？咱不能这样找乐子，好不好啊？这是电线杆上那个磁葫芦，你知道吗？一些高压线上或什么，它都有一个绝缘的磁葫芦。当然，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怨人家大爷啊，就说这个东西啊不对吧？人家确实没有认知。我那个朋友呢，也有点这个，也有点过激啊，很像啊，这么大，两头都是通着的，就是电线杆上那个磁葫芦。所以说现在我说过很多事情啊，不是说对这个大爷有意见，就是说在80年代之前，很多人都把这个古董当垃圾，那么现在人们文物意识强了，都把垃圾当古董啊。就是那个磁葫芦啊，很多人可能如果干电力的都知道，这行圈里你想不到的什么样的趣事都有可能。